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年呢，我们是花了差不多4个月左右，在江边改造了一栋17年没人居住的木房子。到目前为止，房子还不能够入住，将近已经花了30万左右。那估计距离入住还有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估计还要花不少钱。然后呢，还要购置一些家具。最后这栋房子达到入住的条件，我在想应该是在55到60万左右。大家都说到底在农村改造一栋房子能够达到入住的条件，要不要花费这么多？确实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吧。很多人说60万左右在农村改造一栋房子用来养老太不值得了。当然也有人说江边这么好的环境，花60万改造一栋房子，每天欣赏着江面的风景，挺惬意，挺值得的。众说纷纭吧，有说值得，有说不值得的。那最近呢，我们要准备闲下来了，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呢给暂停下来，然后呢要去武冈我岳母娘家改造他们家的房子。当然这个改造和我们改造江边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岳母娘家的房子呢只会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主要的一些工作呢就是换这栋房子的瓦片，然后呢在房间内部修一个卫生间，还要把外面有块空地建一个户外的发粪池。基本上呢大概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些天呢我们都是围绕着这方面的工作来进行的。我视频呢就不会一一的去给大家拍，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首先第一天我们一行7人开着2辆车，我的1辆车还有小胖的那辆货车，拉了很多工具来到了岳母娘家。然后呢第二天我们马不停蹄的就开始买材料，然后开始做工，为换屋顶上的瓦片开始做一些工作。没想到来到这边之后，我的岳父就说那光换这个瓦片那就太少了，他就觉得做的太少了，又要我们呢给房子的外围做粉刷，然后呢又要给这栋房子的背后起一座宝坎，然后呢还要把房子旁边的这块空地将近有3分地左右给它做一个硬化。这块空地呢其实以前并不是我岳父家的，这是前2年呢买过来的。以前这边呢是建的有一栋房子，住着2位老人，然后呢他有2个女儿，女儿远嫁了之后2个老人过世，然后这块宅基地上面的房子呢就倒塌了。最后呢这边没人住，他2个女儿呢就把它卖出来，然后我的岳父呢花了3000块钱把这块地给买下来了。那我的岳父和岳母呢也只生了1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老婆，也是独生子女。长时间呢岳父和岳母都是住在我们湘西，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呢老家的房子是很少过来居住的，基本上每年的清明还有过年的时候会回来那么几天，其他时间都是住在湘西。现在我的岳父呢已经到了70多岁的年纪，岳母呢也到了60多岁的年纪。人老了，他想到的就是落叶归根，所以呢想回来把房子给修缮改造一下，然后呢准备回家养老。我和我老婆呢是怎么劝也劝不听，他们呢就是老了不想和我们在湘西那边住，还是要回来养老。那没办法呢，那只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把房子瓦片给换了，然后呢对房子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造和翻修，这样子呢住起来也更舒适一些。尤其这栋房子以前是爷爷手上建的，房子的内部呢是没有卫生间，那现在为了以后生活起居要更方便一些，所以呢我们是在房间里面修了一个卫生间出来。老了之后肯定不会住在2楼，所以我的想法呢就是想把整个1楼给改造好。但是通过这么些天做工我也发现岳父和岳母呢他们是比较固执的人，他们总想着要把2楼也改造好，所以在2楼的位置岳父是强烈的要求在房子的背后一定要做一个走廊。其实
这个走廊呢以前已经是做好了基础，在砖墙之上用木头呢打了几根挑梁，以前是爷爷建房子的时候就这样子做的。好在呢这个挑梁打了有几十年了，还比较牢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挑梁之上是用领子给它架起来，然后铺上模板，再做上栏杆，给它做一个走廊出来。这样子呢也是圆了爷爷的一个梦吧。以前他建好房子了之后没多久呢身体不好就过世了，所以整个这栋房子的走廊一直没有做好。那现在岳父强烈要求我们呢只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当然我们在做工的过程当中还是产生了一些分歧，岳父和岳母呢都想把房子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总给他们说呢2个老人住在这边总是不方便的。我们湘西到武冈差不多有350公里左右，如果老了之后他们有个3病2痛，我们跑过来一趟是非常不方便的。让我们长期和他们在武冈这边生活估计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呢我们是有3个小孩，我的大女儿呢现在读高1，老二呢是儿子，现在读的是初1，最小的呢还在学前班的大班。所以呢我们是肯定不能离开湘西，因为3个小孩子都在读书。岳父和岳母年纪大了之后，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在湘西生活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的话，要选择在武冈来养老的话，那给我们增添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改造房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直在说房子能够住就行了，别花太多的钱去改造这栋房子了。确实年纪大了之后住在这边也是不方便的。再一个我们也不放心让他们2个老人单独在武冈这边生活。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没办法，老人呢想法就是这样子，所以还是尽可能的把事情给做好。那再过几天呢，我们也把这些基础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和岳母的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希望接下来的改造工作一切的顺利吧，不要发生很大的意外。那朋友们如果换作是你们觉得像岳父岳母家的这栋房子到底还是保留这个样子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装修，还是给它好好的给它重新翻盖一下，花很多的费用去改造呢？你们觉得哪种比较合理？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那这期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们每天还是在岳父这边继续改造房子，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多多的点赞支持，喜欢的还请记得订阅。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